木德，你还记不记得在五竹村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？我问过你很多问题吧？好，你问我问题吧。你喜欢我吗？那个问题，我一直没回答。如果现在回答，还来得及吗？你说过，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时机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木代，我喜欢你。但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。那如果我说我已经往前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追你，拼尽全力追你。还来得及吗？妈妈喊铃了，对吧？我不想我们各走各路，也不想你牵别人的手。阿妈说，前路会更好。但是我想，前方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怎么都不会好。没关系，我。每当回忆悄悄对着话，望着彼此滚烫的泪花，一起穿越困境的风沙，在用和解向自己回答，这无常的命运啊，像荆棘的悬崖，走过伤痛交加，梦就在坚守里抵达。看那未来，爱不离，爱不离，爱不离，爱的彼岸，只想和你慢慢慢慢慢慢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到哪儿了？哪儿啊？打破迷雾的蜃楼，迎着城市的以后，牵起你的手，直到世界多温暖啊！按照国际惯例，一个小队到最后，往往都成双成对儿。我示弱他俩能成。只想和你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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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待，慢慢走过了一起的时
刚好我也饿了，你要不进这家店再逛逛，我来点个外卖。好呀，那我不能吃辣，少点辣吧，谢谢。好。喂，老板，哎，刚刚那份订单是我下的，麻烦您帮我重辣，另外我要了个苏打水，千万别忘了。谢谢。不是野人。我听那个专家他说了，它属于灵长目原属，后面杂七杂八说了一堆，我也没听懂。确实，野人的说法是流传于民间，科学界一直不太认同。哦，对了，罗哥，还有件事，就是你还记得月亮山那个消失的寨子吗？也是最近有老人出来说起这段往事，说20年前月亮山这个寨子还没废弃的时候，有个女的进山挖药，被野人糟蹋了，然后她老公就带着我们村里的猎人进山把她堵起来，最后把她打死了。可是后来有人发现这女的总往山里跑，而且还跟一个小野人待在一起，这一来二去，猎人就传开了，很多人都说这个小野人就是她和这个野人生的崽。不可能啊，野人属于人类，不能跟人生孩子的。当时的月亮寨已经有整体的搬迁计划，那个女的老公让她一走了之，别管那个孽畜。可谁知这女的却抛家弃女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有待考证。还有，这个女人不回来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她是出了什么意外回不来了？那我再打听打听。抛家弃女，她还有个女儿。猜错了，另一个不是野人，是女人的女儿。信件不全，还有块琥珀，他给了自己的女儿。世界这么大，会在哪儿呢？姐姐上楼，姐姐上楼。冰婷，你说的是木代姐姐吗？她不在这儿，没法上楼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姐姐上楼说了一天了。不是木代姐姐。冰婷，你是说姐姐上过楼是吗？是那个姐姐。那你这个是什么地方的擎天坡？具体什么地方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是多雨的地方。莲树。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还约了郑博去看样品。那明天我去看强样吧，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，也该干活。哟，这位是谁呀？看着有点眼熟啊，好像是我们这里曾经雇佣过的一个员工吧？不是程叔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真不敢了，我以后不这样了。叔，我觉得这小子认错态度还算可以。是，
再说这些天咱面试的那些替工都不带领我，笨手笨脚，这小骑马一个顶仨。我领我，我告诉你，不许再有第二次了，绝对没有第二次了。赶紧来干活吧。哎，于万三，走爸爸，上车。哎，您受累。哎，聂长叔，哎，你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是说连叔是那个女人的女儿，还挟持了小老板娘？那女人身上的魂不？可是我师傅献进来的，连叔把她抓走了，这打击报复。怎么样？哎，说是开车走的，白车，走了1、2个钟头了，这没法找啊。要不咱报警吧？报警？那人家肖社长都说了，2个人有说有笑提着烧烤上的车，证据呢？我们拿什么证明那是挟持绑架呀？用最笨的法子，查沿路电波摄像头。走。这儿。哎，谢谢您啊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把你吊起来一定很好看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没有得罪我。你得罪的是他。特高，骗状，有不规则断口。过去你们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琥珀是个保命的宝贝，所以就分给了他孩子。你老家是不是在月亮山？有一个小姐妹是野人，对不对？那种又脏又臭的小畜生。我的姐妹，她配吗？可是你妈妈一直在照顾她。那是我妈，她疯了。她隔三差五的就往山里跑，给野人养崽子。村里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说她生了野人的种，她也不管。可我呢？我阿爸呢？我们不要脸的吗？可是你妈妈照顾她总是有原因的吧？原因？她有一次进山采药，一连几天没回来。我阿爸担心她，派人去找她，却看见她衣衫不整的和一个野人待在一起。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瞎子都看得出来。我阿爸打死了那个狗东西。为了保住阿妈的颜面，他再三拜托同行的人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可是他倒好，他却说什么自己进山遇险被野人给救了，是我阿爸没有搞清楚状况杀了野人，他心里愧疚。他
可笑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为什么不信你阿妈？万一她说的就是真的呢？可那是她编的。她也知道自己被糟蹋了没脸，故意说什么报恩的瞎话，报恩会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可是她的亲生女儿。阿妈，这块琥珀真好看。你看它的颜色像不像蜂蜜啊？像，甜甜蜜蜜，保吉祥安康。等你长大以后啊，阿妈把它送给你，好吗？好，你乖。他为了那个丑东西，连我都不要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妈妈遇害，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可是回来过。阿妈，他把琥珀留给了那个小畜生，却留了这么个丑东西给我。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，他好像通人性，他会懂我，会安慰我。和你说这么多也是浪费时间，还是赶紧上路吧。分头找，能找。木奈，你去那边什么？我找着了！小花哥，这儿，我找着了！哎，林叔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块琥珀，你赶紧送回去，这里我来解决。莫代呢？他和你一起出去的，他怎么失踪了？不记得。那就好好再想一想。我说了，我记不清了，快把我放了！信不信我报警？我这辈子亲近的人不多，最恨别人对他们下手。我的朋友、兄弟、爱人，我最恨别人来动。你回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好想，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帮你想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让我觉得又畏惧又兴奋。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朋友，想躲开，但又想靠近。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我想办法接近你的家人。2楼有个房间，我觉得很清静，但是门一直锁着，我进不去啊。这次你们回来，情况又有了新变化，像是有一个声音在一直召唤着我过去。姐姐，2楼
不可以。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房间门口了。脑袋里却一直想着，想什么？他不带吊死。然后呢？吊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给他下药啊，把他带到了这里。然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然后呢？吴代呢？我进不去了，他打我。说明都是实话，小老板娘医生我肯定会没事的，说不定现在就回家了啊！我去找他。由于这会儿小罗哥在忙，就由我来为大家做实地记录，以便日后讨论。注意了，实验室出现了。八家院不是烧了吗？怎么又修复了？被烧的女人怎么也康复了，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以上就是这次水影所展现出的故事。但是有点奇怪，你这个院儿烧了还能再建，人烧了能跟没事人似的？这故事情节难道是倒叙，从后往前讲的？那个，你小时候和小野人是好朋友？他也配？我去了月亮山，他在山洞里画了很多画，画的都是你母亲带你们俩玩。没错，我妈那时候怕他寂寞，会带我一起上山跟他玩。一个畜生还怕寂寞？你都进山了，就没有陪他玩过？当然不是，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还教他画画呢。画画是你教他的？不然呢？一个畜生要是没人教他画画，他懂什么叫做画画吗？你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小畜生，能不能放尊重点？叫一句畜生就生气了？那你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不得气疯了？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妈怎么会让我单独的带着他？她又怎么会事事都听我的呢？你做什么了？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摘了个蘑菇在嘴里嚼，然后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
庄中毒，然后让他带你去寨子。进来寨子我就好了。我大喊，我大叫，我让村里所有的人都来看你。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被人砸石头的样子。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活该。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，就是因为他全没了。我妈不要我了，我爸给我找了个好妈。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都是因为那个小畜生，他活该。连小姐，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对你的爱。你有一个有情有义的母亲，你还有一个正直、善良的妹妹，你都失去他们了，但不是他们不要你，是你不配，你从头到尾都不配。对了，刚才嘴里说的小畜生，在我看来，比你更像人。那女孩太惨了，都被撞飞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撞人这么惨呀？警察都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满地的水渣子，赶雪。对呀，哎呀，这这么惨，你说这人能活吗？哎，我听别人说这人都撞得血肉模糊了。哎呀，你说他家人知道要多心疼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我儿子受伤了，快！医生，我是家属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是家属啊？对。头部有外伤，按 CT 检查未见颅内出血，但是情况不明，带到 ICU 观察。那没事吧？得观察观察。好久不见。这位何医生是我的老朋友，8年前他还在花城人民医院的时候就跟过穆代的案例，
8年前，你不知道，或者你把8年前的事情和这位罗先生简单说一下。那年穆代15岁，当时我收养穆代也有10来年了。他很可爱，性格也很开朗。穆代，你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我们待会儿去哪儿？他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，叫沈文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好的就像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俩放学后会一起去一个补习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到了11点，两人还没有回家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们后来找到老师，才知道他们当晚逃课。我跟文文的妈妈从学校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巷子口。文文，哪去呢？穆代的手机。没事，没事。文文，那是一片废弃的工地，我们找进去，看见了穆代摔在了楼下，脑后一大片血。后来我们在楼里找到了文文，我问他死了。穆代昏迷了好几天，醒来之后告诉我们，当天晚上他和文文逃课去看电影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小混混。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才生病。那几个小混混很快就被抓到了，还判了刑。可是沈家的人失去了孩子，那种痛苦无处释放，所以他们就把错归咎于穆代。文文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一向乖巧听话，沈家一直认定是穆代怂恿文文逃的课。要不是你带着他出去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再加上有人说，其实文文可以逃掉的，是为了救穆代才折回去。你给我妹妹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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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乱带孩子，再后来，我替他。大家都不去指责那些流氓，都冲着穆代来。这种人，别！凭什么啊？穆代当时撞伤了头，对那件事情记忆非常模糊。沈家的人来质问，他根本没法辩解，那等于就是默认了。那你当时作为唯一能够保护他的人，你也没为他辩解吗？辩解？你让我怎么辩解？人家都失去了孩子，穆代好歹是活下来了。我也劝穆代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是直到那一次，穆代，没事啊，没事了啊。穆代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穆代，后羿不好，后羿。我还是死了比较好吧，别这么说。没事儿，穆代，有后羿在，后羿保护你。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穆代精神上出了问题，他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跟
跟谁都不太交流，整夜的失眠。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就带着他搬了家，开始到处求医。就是从那时候，我认识了何医生。8年了，何医生一直在跟进这个病例。一直，木代知道吗？木代的病例十分特殊，在我多年的从业经验中都极为罕见。罗先生，我听说你曾经是她的男朋友，现在也是。接下来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可能会颠覆你对她的认识。当年我建议霍女士留意木代的日常行为，最好可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一些视频，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监察她的情况。什么事儿？这是……又不是你杀的人，你也差点死了。好不容易捡回半条命，还要赔进去，哭什么哭？你不懂，我真的很难受。你难受？你难受什么？是你杀的人吗？可是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很想去死，我很想很想很想。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。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吧。